从2月中开始，韩国就有大批的医师脱下白袍拒绝工作，而且直到现在这场罢工都还没有结束。而在医师纷纷出走之下，韩国的医疗也濒临崩溃，导致许多的病人求医无门。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韩国医师罢工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刚刚说到的医师罢工运动呢，要从韩国政府的医学院扩招计划说起。为了应对医师人力短缺的问题韩国政府在2月中宣布要大幅的提高医学院的招生名额。但是这个决定引发了医界的大力反弹，并且呢，在韩国医师协会的号召之下，从2月20号开始罢工抗议。短短的3天内，就超过1万名医师递出辞呈，离开工作岗位。而这场罢工呢，也让韩国的医疗体系陷入了混乱。孕妇、剖腹产、癌症手术纷纷被取消，还有许多在救护车上面的急诊病人迟迟找不到医院能够收治。那我们今天就会来聊聊韩国医师到底为什么要反对医学院扩招，而这一次罢工影响有多么严重，之后又会怎么发展呢？不过在开始今天讨论之前，先让我们进行一段工商服务时间。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你最喜欢金庸哪部小说呢？今年是金庸诞辰100年，远流出版公司也推出了100年限定精装版的金庸墨迹。从色泽、纸张到印章的复刻，高度还原金庸平时操写佛经的一笔一画，是兼具收藏性与艺术性的遗作，限时限量不再版，要抢要快。另外呢，远流正在号召首批的荣誉侠士，催生台湾第一座金庸博物馆，赞助1万元，除了享有免费观展等服务，还能够永久的留名在馆史之中。而且现在参与集资，还能够抢先阅读杨照新作《金庸的武林》，重新认识金庸与他的武侠宇宙。现在就马上点击资讯的连结，了解更多，一起成为荣誉侠士，开启台湾武侠新元年吧。根据报道，这次参与罢工行动的1万多名医师，绝大部分都是年轻的实习住院医师，而且他们就占了全韩国实习住院医师的80%。那这边要先解释一下在韩国要成为专科医师，通常呢要接受9到11年的训练，读完6年的医学系或者4年的学士后医，并且考取证照之后，还要到大医院接受1年的实习和4年的住院医师培训，才能够进一步的成为专科医师。而那些已经取得执照但是还在培训期的年轻医师，就被统称为是实习住院医师。在韩国14万名的医师之中，他们虽然只占1成左右，但是在大型综合医院，他们却是关键的劳力，占医师总数的3到4成，负责急诊、住院照顾、手术辅助等等的基础医疗服务。因此，随着他们的罢工韩国也陷入了医疗大乱。报道指出，早在预告罢工之后呢，各大医院就纷纷通知病人手术延期的消息。而罢工1周之内呢，光是首尔的5大医院就取消了3到5成的手术。此外，他们的急诊住院容量也直接砍半。韩国前3大医院的急诊科更是进入了床位短缺的红色警戒状态。因此呢，韩国各地都传出有急诊病患连续被多家医院拒收，在救护车上面苦等了几10分钟甚至1小时以上的案例。而这样子的医疗乱象呢，使得韩国政府在2月底首次基于传染病以外的因素，把健保医疗灾难预警呢提高到了最高级别。同时，这也激起了韩国社会怒火。网络上面出现了许多的病患家属的贴文，包含了癌症病患都表示自己的手术被取消，可能导致他们错过黄金治疗期，痛批医师呢把病人当作人质。普遍的舆论也几乎一面倒的批评医师，认为本应救人的他们，现在不仅弃病人于不顾，更为了一己私利把病患的生命当作是谈判的筹码。那让医师不惜的放下病人，赌上工作，也要反对的医学院扩招计划，到底是什么呢？韩国政府2月初公布的医学院扩招计划呢，内容是要从2025年起，把韩国40所大学医学院的招生名额增加 65%， 从1年3058人加到5058人。目标呢是要在2035年以前培养出1万名医师。总统尹锡悦强调，为了国民的健康跟安全，这个扩招计划刻不容缓，因为韩国很可能在不久的未来就会出现医师荒。韩国保健福祉部指出，现在韩国医师人力相当吃紧，在 OECD 38国当中，韩国的医病比倒数第2，每1000位国民对应的医师数量只有 2.6 人，远低于 OECD 平均的 3.7 人。甚至近年还有偏向医院因为缺医师而暂停儿科治疗好几个月。那也是因为人手不足，所以韩国医师，尤其是年轻的实习住院医师过劳的情况也很普遍。
根据报道，韩国大多数的实习住院医师呢，每周都工作100个小时以上。政府更强调，如果不采取行动，未来人力还会更吃紧。一来是因为韩国现在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占比已经高达了 19%， 很快的就会突破 20% 超高龄社会门槛。那随着老年人的增加，医疗需求也会大增。二来，韩国的医师的平均年龄也在逐年的上升，30岁以下的医师占比更是从2013年的 10% 掉到了2023年的 4.7%。如果这个趋势不变，随着高龄医师退休，医师也会更加短缺。官方甚至预估到2035年，韩国就会有 1.5 万名的医师缺口。那其实早在2020年的文在寅政府就已经提出过类似的扩招计划，只是后来因为医师罢工反对而作罢。而这一次医师也同样站出来反对扩招，不过缺人就扩招感觉很合理，也能够缓解医师的过劳状况啊，为什么医师要反对呢？根据医师团体的说法，他们反对扩招计划的原因是认为韩国政府搞错重点，没有对症下药，那不仅无法改善状况，还可能带来副作用。医师认为，真正的问题并不是医师总数不足，而是城乡跟科室分配不均。首先是城乡差距，由于这个韩国的医疗体系呢以私立大医院为主，所以资源几乎都集中在首尔，相对的地方医院的资源啊待遇都很差，自然招不到人。另外呢是不同科室的收入落差，像现在最缺人的小儿啊加医科就正是最低薪的2科，而最热门的几个科室收入几乎都是他们的3倍甚至4倍以上。而且这种差距呢还有逐年增加的趋势。以2010年到2020年的数据来看，最低薪的小儿科平均年收就从 1.29 亿韩元降到 1.08 亿韩元，相对的最高薪的胸外科则是从 1.6 亿涨到了 4.8 亿。此外像是眼科啊、整形外科等等热门科室也都涨到了超过4亿。医师认为这背后的根本原因是政府放任医疗市场盈利化，就没有妥善的运用政策工具去协调资源落差，再加上急诊啊、儿科等等的科室劳动条件恶劣，诉讼的风险高，政府也没有做什么去保障医师，才导致落差越来越严重。那在这些问题都没有改善的状况之下，单纯的增加新的医师，他们还是会去抢着去首尔医院啊和人气的科室，根本无济于事，甚至呢还会带来更多的负面影响。比如一些医师提到，这次扩招的增幅太大，而且缺乏了配套措施，会让学校来不及准备，影响教育品质。但是更多医师反对的原因只是扩招可能会冲击到他们的饭碗。有实习住院医师就表示，他们要面对高压长工时的血汗劳动，薪资却往往只有专科医师的1/3，甚至有些人时薪换算下来才200多块台币。而在医疗体系被私立医院把持的状况之下，如果又扩招，让更多的年轻医师进入市场，就意味着他们的替代性会更高。那等于是让院方有更多的筹码，可以去减少给他们的待遇，进一步的压榨年轻医师。不过，对于医师的这些说法，韩国多数的舆论却不怎么买单。韩国舆论对于医师罢工的批评呢，主要可以分成2大面向。首先是对于罢工理由的不认同。不少韩媒社论就认为罢工医师主张医师总数没有问题的说法跟现实不符，因为就数据来看呢，跟其他已发展国家相比，韩国医病比确实就是很低。而且近年韩国也时常传出儿科门诊大排长龙、急诊病人被踢皮球的状况，所以很多民众也更认同政府的说法，认为医师的人力不足，应该要尽快扩招。韩国盖洛普2月中的民调呢，就显示有高达 76% 的民众支持扩招。此外，医师为了饭碗罢工的说法呢，也让很多人不以为然，因为在大众眼里医师社经地位本来就已经很高了。而实际上，韩国医师的平均收入不仅在 OECD 国家中名列前茅，也比韩国全体劳工高出了2到7倍不等。因此，有不少网友批评医师呢只是贪得无厌，想要减少行业内的竞争者。另外，医师选择罢工这个抗争手段呢，也激起了舆论很大的怒火。随着各种医疗乱象啊、病人和家属的这个痛苦经验在网络上面扩散开来，有越来越多的声音指责医师冷血，把自己的利益置于病人的生死之上，令人无法接受。部分医师的发言更是火上加油，像是前医协会长呢，就用过去罢工时重症患者的死亡记录来暗示医师的重要性，说政府赢不了医师，引发了韩国网友公愤，认为他在用病人的生命公开威胁。那这样子的舆论风向之下呢，韩国政府对于医师的态度也十分的强硬。医师罢工开始之后呢，韩国总统尹锡悦很快就表态说，绝对不会在扩招计划上面让步，并且多次严厉的谴责罢工医师违法，危害国民生命。同时，官方也对罢工医师下达了强制复工命令，要求他们在2月29号以前回到工作岗位，否则执照会被吊销，甚至可能面临刑事指控。
官方更警告，如果留下处分记录，可能会影响未来的就业规划。不过，截至2月29号上午呢，只有不到600名的医师复工。3月初，韩国官方呢也开始向罢工医师发送扣留执照3个月的处分通知。此外，警方也以帮助并教唆罢工妨碍业务等等的罪名，对医协展开强制调查，包含了搜索办公室和传唤医师接受问话等等。总统尹锡悦最近也重申一定会依法严惩相关人员，但同时也强调政府会继续的采取措施，减少罢工带来的冲击。而早在罢工刚开始的时候，韩国政府就采取了一连串的紧急措施，包含了启用远端医疗服务延长公立的医院的门诊时间，开放军医院急诊室给大众使用，甚至让护士接手部分实习住院医师的工作。而最近，韩国政府呢又成立了紧急状况室来协调急诊转院的工作，更宣布要动用1285亿韩元的预备金来应对罢工造成的医疗空缺和混乱。那这样看来，政府似乎也有长期抗争的准备了。到底这场罢工之后会怎么发展呢？多数分析认为由于目前医师跟政府的态度都很强硬，罢工暂时没有缓解的迹象，甚至还可能继续升级，进入长期化的发展。首先，医师这边的态度非常的坚决，尽管政府都是施压，多数的医师呢都还是持续的抗争。分析认为，这一方面呢，可能是因为基于过去的经验，让他们对于抗争很有信心。因为韩国史上每一次的医师罢工抗争，最后都是以政府让步作结。而另外一方面呢，可能也是因为他们后续还有更多加压的手段，也已经开始在扩大罢工的范围了。截至3月初全韩国呢就有将近30%的医学生休学响应，包含了许多正要进医院实习的毕业生，也传出了拒绝报道的消息。此外呢，还在岗位上面的专科医师，甚至是医学教授，也普遍表达对于罢工医师的支持，甚至呢，最近也透露他们可能加入罢工。韩国医师教授协会就公开发声明，政府如果没有提出让年轻医师满意的措施，那他们也会加入行动。但同时，政府这边的态度也很强硬。分析指出，由于韩国即将在4月举行国会大选，而政府的强硬态度可能对于执政党选情有帮助。根据韩国盖洛普3月初的民调，现任总统尹锡悦的国政支持率达到 39%， 创下了近2年来的新高。而且在支持的理由当中，第一名就是医学院扩招计划。换句话说，至少呢，在4月选举之前，想要赢得国会多数席次的执政党不可能会放弃有大量民意支持的扩招计划。那进入观点以前呢，我们先特别感谢志祺七七的所有会员，因为有了大家的支持跟赞助，我们才能够持续制作影片，让重要的议题被更多人看到，真的是非常的谢谢大家。那如果你愿意支持我们走得更远，欢迎点击频道主页的加入按钮，成为我们的会员，或者也可以用超级感谢小额支持我们。那话说回来我们在写这集脚本的时候呢，其实觉得既视感还蛮重的。虽然严重程度未必一样，但韩国在面临的人口老化、基层过劳、城乡差距、专科差距、医病比偏低等等的问题呢，台湾其实也都有遇到。而且台湾医病比每1000人只有 2.1 左右，比韩国的 2.6 还低。那也是因为有很多类似的问题，所以我们觉得这次韩国医师罢工引起的讨论，或许有蛮多值得台湾借鉴的地方。以韩国的状况来说，考量到他们现在的医病比、人口老化的程度，我们觉得政府扩招的决定理由其实蛮充分的。而医师主张医师总数没有问题的这个说法，我们则是会打上一个问号。不过，我们觉得医师们指出了其他问题，比如医疗资源分布不均医疗诉讼风险等等，确实是更根本的问题。那对于医师来说，根本的问题呢，既然出在职场环境，那就应该要透过政策的规划去改变产业的生态，保障医师的权益。相对的，扩招治标不治本，还可能伤害到他们的权益。只是对于政府来说，要去改变整个医疗市场大环境，执行的成本跟难度可能也很高，也需要很多的时间。而且政府更优先考量的，也确实应该是整体国民的权益，而不能够只考虑医师的权益。那么觉得政治本来很多时候就是做选择，很难有完美的方法。但是让权益受影响的人可以去抗议、表达诉求，也是让政策制定能够完善很重要的一环。只是医师这行关乎生死的特性，让罢工这个抗争手段虽然有很大的影响力，但也非常非常有争议。所以最后我们就想来问大家，你觉得医护人员如果要争取自身的权益，可以怎么做呢？上街抗议砸鸡蛋之类的都行，总之呢，就是不要罢工吧，后果太严重了。不该罢工就罢工吧。从长远来看呢，他们的劳动权益也跟大众的健康息息相关啊。所以不知道，觉得罢工太严重，不罢工又好像没有什么用，有点两难啊。滴其他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韩国医师罢工。此外呢，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台湾护理师的血汗困境以及罢工 SOP 的介绍。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